经过刚刚简单的筛查，楚菲菲特定肌群无力，很可能是患了渐冻症。楚小姐敏感多疑，还是等肌电图的报告出来再通知家属吧。好，楚菲菲，你不是有被害妄想症，觉得谁都要害你吗？如今真的得了绝症，这算不算因果报应？楚先生好，大先生好。副总。副总好。是楚新玉女士吗？我们接到报警，有人指控你教唆下属强奸女员工，麻烦配合我们接受调查。警察同志，就是他，是他指使公司的员工对我图谋不轨。楚总，我是按照您的意思教楚小姐开展工作呀。原工作需要关门吗？孤男寡女，你不是想猥亵我，是什么？因为涉及机密，所以你少狡辩。自从我上周回了楚家，就一直寻找机会想要害我，我才是真千金。这个冒牌货代替我享受了20年，如今还要找人毁了我的清白，让爸妈厌恶，好独占家产。你简直比短剧里那些恶毒女配还要恶毒。好了，星月，你也太不懂事了。这菲菲才刚回来，你就这么容不下她吗？我是怎么教你的？让你照顾好妹妹，你做到了吗？哎，爸，他就是故意的。明明自己已经找到了亲生父母，却还赖在咱们家不走。我看他就是嫌弃他亲生父母太穷了。小姐，欢迎您回家。女儿，宝贝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。爸妈，哥哥，小美，欢迎回家。走，回家。回家，回家。宝贝啊，你快搬回来吧，妈妈一刻都不想跟你分开了。爸妈，大哥，我想先处理完公司的订单。楚氏毕竟是我一手创办的，我要对董事会们负责。1个月后我再回来，届时我会把楚氏还给楚家，就当是报了他们的养育之恩了。重情重义，不愧是我孟婷的女儿。到时候爸爸亲自去楚家接你。我爸是世界首富，可可梦华苑是北美商界新贵。如果我真的嫌贫爱富，怎么可能回来？每个办公室里面都有监控，究竟是不是猥亵？把监控调出来看看，我就知道。楚小姐，这份文件是公司的重点项目，楚总交给您做，也是想锻炼您，希望您能通过这次机会，熟悉公司的模式，更好的接手公司。楚小姐，这明显是正常的工作交流，抱歉，楚女士，打扰了。楚菲菲，你空口造谣，对公司造成恶劣影响，还差点毁了我和张明的名声，立刻道歉。爸妈，我是看那些短剧里，假千金老是想找臭男人玷污真千金，我怕悲剧再发生啊。没事儿，菲菲，你就是太紧张了，这不怪你啊。菲菲之所以这么多疑害怕，那是因为她这么多年吃的苦太多了。
而你呢，替菲菲享受了20多年的锦衣玉食，你多包容一下她怎么了？当初楚家收养我，是为了那3000块钱的补贴。我夜以继日的工作，让楚家成为了云城首富，他们竟觉得理所应当。以楚菲菲的能力，不适合副经理政治。如果她还想继续在楚氏待下去，就先从基层开始干。爸，咱们楚氏集团凭什么听他一个外星人的？楚新月肯定是想吞并咱们楚氏集团，然后把咱们一大家子都赶出去。真的吗？我回来之前看了好多那种真假千金的短剧，他这种假千金的心思我最懂了。有我在，楚新月别想得逞。他这是在做什么？菲菲小姐担心空气里有毒，然后每天让我们都检测空气的纯净度。她还担心坐垫被人放了针。楚新月，你最好别让我发现你有一点想要害我的心思，不然我让你立马滚出楚家，听见没？李完跟楚家的账，以后也再也不会联系，没必要和楚菲菲一般见识。这是灵狐楼王的房产，你确认一下信息。大小姐真大方，灵狐楼王少说也要上亿，居然说给就给了。楚家的钱本来就都是我的，什么叫他大气？楚新月，我告诉你，少在这跟我演什么姐妹情深，你不配。记住了，在楚家只有一个大小姐，那就是我。别妄想用这些糖衣炮弹来麻痹我！谁知道你在这个家里安没安什么监控，或者晚上让人来害我？防患于未然。你给我的东西，我都不会要。你有被害妄想症吧？像你这种鸠占鹊巢的假千金，肯定一门心思的想要除掉我们真千金，好安安稳稳过好日子。你这些小心思，我最清楚了。菲菲，谁让你生气了？新月，你怎么不在公司呀？啊，我听说菲菲她这2天差点受了欺负，所以叫她看看她。哎，快坐，快坐。坐。星辰哥哥，陪我吃个早饭吧。要是当初我没走丢的话，现在和你联姻的就是我了。楚新月，我让星辰哥哥陪我吃个早饭，你不介意吧？只要你不怕我的未婚夫谋害你，随你便。星辰哥哥才不会呢。哎呀，我手腕好疼。星辰哥哥，你喂我吧。啊！真好吃。这些是新运特地从国外请的私厨做的，楚家的1日3餐都由他们来负责。楚新运请的私厨，快拿走，快拿走！有人害我！楚新运，你真是疯了！
你现在敢当着星辰哥哥的面害我？吃不吃随你。菲菲，你别太激动，星运他不是那样的人。真的吗？星运，菲菲她挺可怜的，你千万别和她置气啊。爸妈叫我多忍耐，就连我的未婚夫也要劝我大度。不好了，楚总，怎么了？楚小姐吃过早饭之后，一直嚷嚷着身体不舒服。她说是您在饭菜里下毒，楚董让您赶紧去医院一趟。什么？哎呀，妈，我感觉我现在胸闷、气短，我浑身酸痛爸妈，我是不是快死了？不会的，不会的啊！楚星月，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你居然给菲菲投毒！我当初就不应该收养你。来，宝贝。哎呀，星月，以后呢，这儿就是你的家了。星月啊，我们以后会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去疼你的。这几年来，家里的三餐都是私厨准备的。星辰和楚菲菲吃了一样的早餐，如果真的有问题，他怎么没事呢？对啊，说不定你在我餐具上动了什么手脚呢？楚星运，我就知道你一肚子坏的。我在来的路上，已经派人将早餐还有餐具送去做了检测，而且你不是做了全套的体检吗？是不是装的？待会儿自然见分晓。你现在你还倒打一耙？妈，你看我嘴唇都白了，我能是装的吗？哎呀，我的菲菲不会撒谎的。楚星月，要是菲菲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你也不相信我？检测报告下来了，食物不仅安全，还富含营养物质。楚小姐并没有食物中毒。楚小姐并没有食物中毒。妈，我没有陷害楚星运，我真的浑身没力气了，我真浑身没力气了。是不是楚星运和医生串通好了，开了个假病历来骗我？我看看。楚小姐，我绝不会做出违背职业道德的事。您感觉浑身都疼，大概率是因为精神高度紧张导致的躯体化，这是心理问题。我建议您去看看心理医生。你闭嘴！敢说我神经病你小心我投诉你啊！楚星运虽然这次没有伤害我，但是以他的秉性，伤害我是迟早的事儿。我谨慎一点有错吗？哎呀，菲菲，这里是医院，很安全的，没有人能伤害你，你放松点好不好？妈，我不想住院，我要回家。有楚星运的地方，我都觉得不安全。好。楚小姐，还有几项体检结果没出来，您再等等。本小姐的时间那是很宝贵的，让我浪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就等这一份破报告。因为你谁？你算老几？菲菲，希雨，菲菲她精神有点紧张，我去看看她，你别多想。星月啊，你别嫌爸妈说话重，菲菲是我们的宝贝，我见不得她受半点委屈啊。所以就要我委曲求全吗？什么叫委曲求全啊？我们楚家收养你20年，你多包容一下菲菲怎么了？菲菲没让我们把你撵出去，那足以证明对你已经很好了，别不知足。我念及养育之恩，还打算将公司送给楚家。如今看来，
真是天真。王律，我不想把公司的股份给楚菲菲了，合同不用再拟了。经过刚刚简单的筛查，楚菲菲特定肌群无力，很可能是患了渐冻症。楚小姐敏感多疑，还是等肌电图的报告出来再通知家属吧。好，楚菲菲，你不是有被害妄想症，觉得谁都要害你吗？如今真的得了绝症，这算不算因果报应？楚总，我终于打听到玉鑫集团陆总的行踪了。明天他会带着新药参加拍卖会，据说是专克渐冻症的特效药。您若是去参加拍卖会，说不定能碰到陆总。太好了，如果楚氏能够和玉鑫合作，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。走。这种场面，我还只是在电视上见过。哟，这不是楚星运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谁规定我不能来这儿了？你拽什么啊？要不是我们楚家，你有机会进入这么高档的场所吗？哎呀，菲菲，消消气，一会儿看上什么呀，妈妈都给你拍下来。妈，还是你对我最好了。走吧。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，欢迎大家莅临本届世纪拍卖会的活动现场。希望我的服务能给在场的每一位带来好运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轮拍卖环节，第一件拍品是法蒂玛之泪，它是由33颗落日之火红宝石与古老切工钻石镶嵌而成的项链，起拍价5000万。点天灯，现场所有楚小姐看上的拍品，通通由精美孟家买单。精美孟家可是国内第一世家，孟婷夫妇多年稳居世界财富榜第一，他们的儿子孟怀远更是年轻有为。孟家原本还有位千金，但在4岁时就被仇人抱走，至今生死未卜。如果孟小姐还在的话，不知道该多幸福呢。楚家跟孟家什么时候这么熟了？居然派人来为楚家小姐点天灯。据说孟怀远还没娶妻，不会是想跟楚家联姻吧？昨晚我不过是跟爸妈提了一句今天要来拍卖会，他们居然就派人过来了。楚家有2位千金，究竟是谁呢？当然是我。楚家只有我一个真千金，他不过就是个冒牌货。妈爸，我是不是你们的小福星？当然是了。如果真的能和孟家联姻，楚家就可以挤进4大家族之列了。点天灯，点天灯，点天灯，点天灯。接下来这件拍品很特殊，对全人类来说，它的价值无可估量。它就是由于鑫集团的药学天才陆金年研发出来的新药剂。这支药剂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能治愈渐冻症的特效药，并且几乎没有任何副作用。起拍价1元。1块钱，这太便宜了，是不是真的有效啊？真晦气！这么盛大的拍卖会，居然出来卖假药，穷疯了吧？点天灯，点天灯。陆总，这支药剂不仅花费上亿，更是你呕心沥血研究成果。这么低的起拍价，他们会不会怀疑药剂没有效果？我做这些研究本就不是为了赚钱，懂的人自然懂这支药剂的价值。他会就知道了。楚星月，你疯了吧？你知道点天灯意味着什么吗？即便他们漫天抬价，你也要为此买单。这支特效药能救命，
他就值得。1块钱都不值的便宜货，就你把他当个宝似的。陆总，怎么能让这些人这么诋毁你的成果？沉住气。楚菲菲，你知道这支特效药是多少研究人员殚精竭虑才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吗？就算你不知道，也不该这样嘲讽、诋毁他们。或许他们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世界，某天就能替你续命。楚星月，你少在这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。如果它真的那么有效，怎么可能起拍价只值1块钱？爸，我看他就是在哗众取宠。他花的可都是我们楚家的钱，这些钱都是你和妈妈辛辛苦苦赚来的，凭什么让他挥霍无度？星月啊，我觉得菲菲说的这个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就算那个药它真的有效，我们家又没人生病，买了也是没用啊。楚星月，你这么费尽心思的想拍下这支特效药，你该不会得了什么绝症吧？哎呀！陆总，这女人太愚蠢了，居然就这么毁掉你的心血。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我手滑了。楚菲菲，你知不知道这支特效有多珍贵？是多少人的救命稻草？陆今年可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药剂天才，兴许这药真的能治愈渐冻症。听说渐冻症到了后期，会把人折磨的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就这么打碎了唯一一支特效药，也太可惜了。有什么好可惜的？这里的拍品动辄都是上千万的起拍价，这支特效药的起拍价只有1块钱，再珍贵能珍贵到哪去呢？即便它真的那么有效果，我打碎了又如何？反正我又没得病。楚星月，你这么在意这支特效药，该不会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吧？楚菲菲，就在刚刚，你亲手斩断了自己的火，得了渐冻症的人是你。贱人，你敢诅咒我？菲菲，楚星月，菲菲就说了你2句，你至于诅咒她得了绝症吗？我当初怎么收养了你这个白眼狼？星月，这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啊！你明明知道菲菲胆子小，你还故意这样吓她，赶紧给菲菲道歉！我不为没做错的事情道歉。楚小姐。楚小姐，你来干什么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吗？楚小姐，因为情况紧急，所以我必须当面把检查报告交给您。根据检查结果来看，您确诊了肌萎缩侧索硬化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渐冻症。听说渐冻症可是无法根治的绝症啊！一旦到了后期，人就像是被封进了一块凝固的石膏里，就像是没有意识的活雕像，就连呼救都无法完整发出。如果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支能治愈渐冻症的特效药，那他不就是亲手断送了自己的活路吗？哼，恶人自有天收，他这也算罪有应得。去查查他信息。知道了。这不可能呀！咱们家也没有渐冻症史呀，而且菲菲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怎么可能得这个病呢？没错，我绝对不可能得渐冻症。你为什么要伪造病历？我知道了，昨天我离开医院的时候，楚星月还在，是他指使你这么做的，对不对？收买医生，伪造病历，这不是短剧中的经典桥段吗？楚小姐，我跟他从来没说过话，何来收买一说？您确诊的是散发性渐冻症，属于非遗传类型。闭嘴！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！刚
刚在拍卖会上拍了一支治渐冻症的特效药，你们转头就告诉我得了渐冻症。世界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？你们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相信。楚小姐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再去其他大医院做检查。用不着你提醒。爸妈，昨天我离开医院之前不放心，特意去找了陈医生帮我诊断。陈医生有没有保证？肯定比他们更可靠。在我回到楚家之前，我一直都是找陈医生帮我号脉，而且效果还非常好。我现在就打电话把陈医生叫过来，当众打楚星运的脸。楚星运，如果真的像菲菲说的那样，你伙同他人造谣菲菲得了绝症，那你就给我滚出楚家！从今以后，我们再无瓜葛。当初同意和楚星运联姻，是看上他楚家继承人的位置。如今楚菲菲回来了，楚星运位置不保，她能嫁给我，本就算高攀了。如果再被楚家赶出去，我娶她还有什么好处？新运，要不然你就和叔叔、阿姨，还有菲菲，你给他们道个歉。要不然你真被赶出楚家，该去哪儿呀？总不能去找你那个一无所有的爸妈吧？我去哪儿不用你操心。你，星辰哥哥，像他这种人根本不值得同情，就算被赶出楚家，也是罪有应得。等一会儿陈医生到了，你精心编织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，届时不光要把你赶出楚家，还要追究你们的诽谤罪。只要诊所合规，那他们的检查结果肯定和我院一样。还在配合他演戏，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？让你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也要帮他撒谎。良言难劝该死鬼，慈悲不渡自绝人，都是无意。等结果吧。吴总，那是楚家的养女楚新运，据说楚家能有今天，都靠这位楚小姐的努力。如今他们找回了亲生女儿，就想卸磨杀驴，真是没有良心啊！楚家也在做原料药。是的，说起来跟您还是同行。前不久他们向玉清发出过合作邀请，但您当时在国外，就没有见过面。还真是有缘。楚新运。刘医生，如果现在你愿意当众承认这一切都是楚星运的阴谋，目的是为了以给我看病为由头谋害我，我可以考虑不追究你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没跟任何人勾结，我只是在做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。愚不可及。楚小姐，您的体检报告我给您带过来了。楚菲菲口中的陈医生是陈森，可他明明游手好闲，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啊！楚小姐，您的身体非常健康，没有半点问题。楚星运，如果不是我多留了一个心眼儿，我今天还真就被你给骗了。你偷走了我20多年的人生，如今还想要我的命，你真恶毒啊！难不成是误诊？楚小姐的病是经过专业筛查得出的诊断结论，如果不能100%确认，今天我也不会过来。刘琛怎么会在这儿？陈森，你根本不是医生。我好不容易才忽悠楚菲菲给了我一大笔钱，绝对不能让刘琛暴露我的身份。你胡说什么？那你的行医资格证呢？如果有，就请拿出来给大家看看。谁没事把行医资格证带在身上？怎么？现在我的体检报告出来了，我没有确诊得渐冻症，
你们想转移话题了？对，楚小姐根本就没有病。楚小姐，我认识刘星，她之前就误诊过好几次，没想到都坑到您头上来了。天三，你简直是颠倒黑白！住嘴！我看误诊是假，故意伙同楚星运伪造病历才是真。楚星运，你为了逼我离开楚家，可真是费尽心思了，让一个医生赌上职业生涯的陪你演戏。你该不会是背着星辰哥哥出卖色相了吧？心月，难不成你真的……你有没有得渐冻症我不关心，但是别给我造谣。楚星月，你是在威胁菲菲吗？爸妈，这才是他的真面目。他果然容不下我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他今天敢威胁我，明天就敢要我的性命。楚小姐，我这就把他赶走，不让他碍您的眼。我自己会走。虽然说渐冻症无法治愈，但提前制定方案会减轻后期的痛苦。言尽于此，信不信由你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跟我装？菲菲，你放心，有爸妈在，绝对不会让那些心怀不轨之人伤害你半分。爸，你可一定要给我做主。菲菲啊，你想怎么办？楚星月，今天，要么你乖乖跪下，让我扇10个巴掌；要么从今天开始，和我们楚家断绝关系。楚菲菲，你早就想把我赶出楚家了吧？冒牌的千金被赶出家，本就是你的结局。心月，要不然你就被打10个巴掌吧，这样你还是楚叔叔的女儿啊！啊！既然你这么能忍，那就去挨10个巴掌啊！不知好歹。楚星月，看样子你是不打算低头认错。我没有错，为什么要认？好，诸位，能来参加今天这个拍卖会的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劳烦你们给我们做一个见证，从今以后，楚星运不再是我楚镇元的女儿。没有了楚家的庇护，你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。珍惜此刻能打在你身上的灯光吧，毕竟从此以后，你就再也没有资格进入这种场所。楚菲菲，你应该还不知道吧？是因为我提前铺好了路，所以你一回来才能享受富家千金的生活。楚家和我断了亲，那是自断财路。如果没有楚家，你都不一定能活到现在。你不心存感恩也就算了，还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楚家靠的是你。楚星月，你不就是仗着你是楚氏 CEO 才这么自信的？你不会天真的认为我会安心的把整个楚氏全权交给你，一点后手都不留吧？楚总，出大事了！别急，慢慢说，出什么事了？董事们正在开会，他们打算让楚菲菲代替您 CEO 的职务，已经有1半以上的董事同意了。爸妈，我有先见之明吧？要是公司真落在他手里，就真让他得逞。还是我们菲菲聪明。既然楚菲菲想当，就让她当。楚菲菲，一旦我离开，集团的技术团队势必会跟我一起走。没有这支队伍，楚氏就是空壳。到那时，订单无法如约履行，等待你们的将是上百亿的赔偿金。楚星月，离开楚家之后，你要是再敢搞什么小动作，学那些短剧里的假千金敢绑架我，你就死定了。你脑子是不是不太好啊？站住！楚新月，之前和我有婚约的是楚家大小姐，
既然你已经被逐出楚家，那我们的婚约自然而然就消失了。刚刚才和楚家断了关系，这会儿又被沈家退了婚，楚星运真的一无所有了。这都是他咎由自取，不过他肯定会死缠烂打吧。好，你一点都不难过吗？你希望我跪着求你别抛弃我吗？沈星辰，你未免也太幼稚了。楚家和沈家本来就是商业联姻，我对你没有感情。楚星运，你装什么清高？我倒要看看你被我退货以后，谁还敢和你在一起？唯利是图，物化女性，你这种人有什么可值得留恋？你谁啊？凭什么替他说话？哦，楚星运，这就是你刚在外面新找的男人吧？除了脸好看点以外，其他哪里比得上星辰哥哥呢？楚菲菲，非要我打你2巴掌才能长记性吗？你。我送你出去吧。楚星运，迟早会后悔的。谢谢。不过我今天还有急事要处理，就先走了。后会有期。再见。楚星运，期待我们下次正式的会面。爸，我想重新自立门户，开一家公司，你可以帮我租栋楼吗？租什么租？爸爸直接给你买一栋楼，让你专心搞事业。楚家在拍卖会上的事儿，我已经听说了。他们傲慢自负，不识好歹，迟早要自食恶果。你要是觉得不解气，我可以让他们公司立刻破产。别脏了您的手，有楚菲菲在，公司走不远的。宝贝啊，你早点离开他们也好，这样妈妈就能天天见到你了。妈，谢谢你。客气什么？等公司开业，我们来捧场。好。楚总，李彻他们会离开楚氏选择我们公司吗？要不我给他们打电话？不用，让他们自己选择吧，别给他们压力。毕竟盘石才刚刚起步，的确没有楚氏根基稳固，他们犹豫也是应该的。楚总，我们要跟你干。那楚菲菲电脑都不会用，还要我跟她汇报工作，真以为在公司过家家，公司就能赚了？是的。好，既然大家这么愿意相信我，我也跟大家保证，绝对不会辜负大家。楚总，当初是你给了我一笔资金供我研究，我能有今天，那多靠了您的栽培。就算现在公司刚刚起步，我们大家都相信，在您的带领下，公司只会越来越好，做大做强。李老师说的没错，现在我们苦点累点没事，以后会好起来的。在我女儿手底下工作，你们可不会吃苦受累。爸妈，大哥，您是常年居于世界富豪榜第1位的孟先生，楚总啊不，孟总，首富孟先生居然是您的父亲。没想到楚总有这么强大的背景，我们这次啊，真是跟对人了。你们信任清许，清许也不会辜负你们的。今天入职的新员工，每人都可以提1辆新车，
就当是祝贺你们开业大吉了。菲菲啊，我听说公司有10几个技术骨干都离职了，你怎么就不挽留啊？就算是他们不走，我也打算开除他们的。那帮人可都是楚星运的走狗，留下他们只会蛀空公司的。可是，一下流失了这么多员工，那订单怎么办呀？爸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早就高薪聘请了一大批人才。虎父无犬子，我是您的女儿，难道您不相信我能比楚星运做得更好？菲菲啊，爸爸相信你一定能带着楚氏走得更远。这楚菲菲找了一帮草台班子接替咱们的工作，据说那帮人连实验室都没进过。上百亿的订单交给他们，铁定要砸手里。哎，孟总，这个是玉鑫集团陆总送给您的花儿，祝贺我们公司开业。陆今年是啊，他的助理还说啊，陆总非常期待跟您的合作，约您周6下午3点在玫瑰餐厅谈合作呢。上次拍卖会没有见到陆今年，还觉得挺可惜的，没想到他居然主动联系我们了。如果能够拿下和玉鑫的合作，我们磐石一定会打出名声的。一定会的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大家早点下班吧。谢谢朱总。静雪，累不累？哟，谁送的花啊？追求者？妈，这是商业伙伴送来的开业鲜花，您别多想了。清喜这么优秀，哪个男人都配不上我女儿。爸说的对，也就是沈星辰啊，他有眼不识泰山。他要是知道了清许的真实身份，估计肠子都不会清了。来，清雪，喝水。哥，沈星辰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啊，对，不提他。哎，清雪啊，妈妈今天啊和朋友去喝茶，他儿子啊和你是同行，没有女朋友，你要不要见见？哎，妈，我公司刚开业，忙得很，还不想谈男朋友呢。哎呀，那谈不成也可以做朋友嘛，说不定以后你们还能合作呢。妈妈都和朋友说好了，让你们这周6见面。妈，我周6下午已经约人了。没关系，你们可以上午见面嘛。哎呀，妈妈都和人家说好了，你不能让我失信于人嘛。好吧，那我该怎么称呼他呢？卢卡斯。孟小姐，是你。太巧了，没想到卢卡斯就是你。你好，我叫孟清许。所以孟叔跟雪姨才是你的亲生父母。我跟楚家已经断绝关系了，以后楚幸运这个名字我也不会再用了。上次你帮了我，我还没有来得及谢谢你呢。今天刚好有机会，我来请客。好，下次我请你。下次。好。我听我妈妈讲，你是医药行业的。
你具体做哪个板块啊？其实我就是楚星运，你居然敢跟踪我！楚星运，我们已经解除婚约了。如果你想挽回我的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楚星运，原来菲菲说的没错，你在还没有和我解除婚约之前，就已经和别的男人搞上了，是吧？沈星辰，恶意造谣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造谣？星辰不过在阐述事实罢了。星运啊，你还真是不知检点啊你！放手！给他道歉。对不起，歇了吧。没事吧？你们两个还真是目中无人啊！你过来。您好，小姐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不是说顾客就是上帝吗？把他们两个给我赶出去。小姐，但是这2位也是我们的顾客呀。这2个穷酸鬼怎么和我这种优质客户相比？而且有他在，我怎么能放心啊？谁知道他会不会在我咖啡杯里下什么药害我？小姐，我们店里都有监控，没有人会害您的。你懂什么？像他这种出身卑微的假千金，都是法外狂徒。你要是再不把他们赶出去，我就把你的经理叫过来。楚菲菲，你有这个时间在这里疑神疑鬼，不如先去把公司的事处理好。楚星月，这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如果我想，公司就不只是股价跌了这么简单了。股票有浮动那是很正常的，很快就会涨回来。你懂什么？你耳朵是聋的吗？我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吗？他们2个现在已经危害到了我的生命安全，我命令你立刻把他们赶出去。你们在吵什么？你是他们的经理，我是楚氏集团的总裁楚菲菲。如果你们咖啡馆不想丢失我这样的优质客户，就把他们2个给我赶出去，并且永远禁止他们入内。今日有贵客在，咖啡馆清场，不对愿营业。哎，干嘛？你疯了吧？我才是贵宾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手，我会追走。陆先生，抱歉，打扰到2位了。有劳解围了。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那你2位先聊，我就先不打扰了。他也姓陆，好巧。那我们继续吧。他们敢这么对我，怎么敢的？哎，菲菲，你没听里边人说吗？这餐厅里边有贵客，楚星运他等会儿也肯定会被赶出来的。你就别闹了，对你的形象不太好啊。对了，我妈她喊你去我家吃饭，做你最爱吃的。沈星辰真是个窝囊废，我被人欺负了，他连个屁都不敢放，连我都保护不了的男人，我才不要呢。点天灯，现场凡是楚小姐看中的拍品，通通由京北孟家买单。我是拥有主角光环的真千金，只有孟怀远那样家世的男人才配得上我。至于沈星辰，就只配当个备胎了。星辰哥哥，我刚刚就是被楚星运气坏了头，我现在想回去休息了。好，我送你回去。卢卡斯，本来还想多跟你聊一下医药行面的问题呢，但是我下午还有事儿，要先走了，抱歉。约了陆金年，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你是？我就是陆金年。
也太巧了吧！刚见到你的时候，我也很惊讶。说起来，小的时候我们还见过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？小时候我被坏人抱走，然后生了一场大病，从前的事儿就都不记得了。能被找回来，全靠爸妈和大哥的坚持。回忆固然重要，但当下的每一秒才更弥足珍贵。团聚才是最好的结局。对了，上次在拍卖会上，你那支针对于渐冻症的特效药，只有1支吗？你怎么会这么问？你担心楚飞飞的病？我才没有那么圣母心呢，只是作为医药人，觉得还挺可惜的。那支特效药原本可以救治更多的渐冻症患者，却被楚飞飞浪费了。放心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研发，只不过近期没办法量产，但只要肯努力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对了，我很看好磐石的未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聊聊合作的事儿。好。清雪，这么高兴啊？是不是约会很顺利啊？拿下一笔巨额订单，当然开心啦。你真是跟你哥一样，都是工作狂。卢卡斯怎么样？我送你出去吧。他呀，挺好的。挺好的，今年可是我看着长大的。你要是能跟他在一起的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妈，我跟他只是聊得来的朋友。我大哥呢？哎呀，提起你哥啊，我就想起楚菲菲了。楚菲菲？你拆开看看。怀远哥，谢谢你拍卖会上送我的珠宝，我很喜欢。优秀的人总是互相吸引，我们注定像戏剧一般走到一起。如果你忙的话，那我就主动走到你前面吧。之前派去拍卖会的人啊，把楚菲菲认作了你，搞了个大乌龙。那楚菲菲啊，以为怀远喜欢她，想和她联姻，这不把信送到了怀远的公司，真是不可理喻。这还真像楚菲菲能干出来的事儿。那我大哥怎么处理的？碰上这种人啊，就不能给他好脸色，不然他只会得寸进尺。算了算了，不提他了。清雪啊，马上就是你的生日了，这可是你回家后过的第1个生日，你可一定要腾出时间，我们呀要好好的给你庆祝庆祝。谢谢妈妈。董事会最近那是怨声载道啊，到处都是对你不满的声音。我这好不容易刚给压下去了，你怎么又把和周氏合作的项目给搞砸了呢？楚总，之前楚星运还在的时候都会让利几分，如今你新官上任3把火，总不能让我一点便宜都不占吧？便宜？臭流氓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大主意敢打在我的头上，你也配？你说你怎么就那么笨呢？人家周总那是在谈判，你知道什么是谈判吗？那周总那就想为自己争取点利益。谁让他自己不说清楚啊？我看短剧里都是那么演的。哎呀，菲菲又不是故意的，她还小，还需要锻炼啊。他小什么小？楚新月18岁的时候，一个人拿着方案出去拉投资，挣到了人生的第1桶金，给咱们还买了房子。爸，你的意思
是楚星运比我强。如果这些年待在你们身边的人是我，那我肯定比楚星运做得更好。谁让我在外面孤苦无依的飘了那么久，从小吃不饱穿不暖。果然，你们早就把楚星运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了。在这个家里，我才是外人。既然你们就只想要楚星运一个女儿的话，那我走了就是了。哎，菲菲，你爸爸他不是那个意思。当然了，我们俩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啊。楚振宇，他楚星运就是个白眼狼，你怎么还念着他呀？那个菲菲啊，刚才呢是爸爸太着急了，可是现在公司的业绩直线下滑，那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，那帮子股东们还不得闹翻天呢？爸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相信这些困难都是老天爷给我的考验，一定会过去的。而且孟家已经主动向我示好了，如果能和孟怀远联姻的话，咱们家可就不只是云城首富了。对呀，这京北孟家不会无缘无故的示好，肯定是看上咱们菲菲了。这孟家就一个独子，只要咱们菲菲能嫁给他，别说是一个楚氏集团，就是开10个公司也没问题呀。不过自从那次拍卖会以后，就再没有孟家的任何消息了。他们真的是想联姻吗？拍卖会上，孟家花费上亿的哄我开心，不想联姻，那是因为什么？总不可能是因为楚星运吧？有道理，也许啊是孟家最近太忙了，所以啊没有登门。他们不来，那我就自己主动去呗。爸，我已经打听到了，后天孟怀远会去琉璃餐厅，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，拿下孟怀远就当是送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了。好。清雪，路上堵车了，我跟爸妈晚点才能到。好，你们慢慢来，注意安全。知道了，陆今年应该到了吧？陆今年，清雪，他到了，我先挂了。陆总，您怎么来了？陆总，虽然我们在工作上是合作关系，但在生活里，我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，算吧。当然算。生日快乐！谢谢啦。我从国外带回来的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谢谢。好漂亮啊，我很喜欢。说起来，这算是我起始以来收到的第一份生日礼物。楚家人都没给你庆祝过生日。小的时候，他们说小孩没有必要过生日，长大以后工作也没有时间了。你以后每一个生日，我们都会在。我都打听清楚了，孟怀远就在这里吃饭。楚星月，又是你，真是阴魂不散，每次碰见你准没好事儿，你能不能赶紧滚啊？这里不欢迎你们，出去。楚星月，养了你20年，你就这么跟我们说话啊？楚先生，我早就和你们楚家没有任何关系了，
你们要是还想像从前一样对我予取予求，未免太不礼貌了吧？你，爸，跟他废什么话？这可是孟怀远订的包厢，你带着你这个小白脸又过来打什么坏主意呢？既然知道这是孟家订的包厢，还不赶紧出去？你有什么资格赶我们走？你是孟怀远什么人啊？她是孟怀远的妹妹。她是孟怀远的妹妹。他说他是孟怀远的妹妹，所以你就整天围着他屁股后面转，是吗？这种话你都相信？蠢货！哎呀，星月，明明以前你是个很踏实的孩子，怎么离开我们楚家就变得爱撒谎了？哎，这京北的孟家也是你能随便碰瓷儿的？你该不会是在打孟怀远的主意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他是我的，你抢不走的。你想嫁到孟家？我肯定会嫁到孟家。少爷呢，就该配甄小姐。至于你的话嘛，你身边这个小白脸蠢货跟你挺配的。打扰了，这是孟先生订的蛋糕。爸妈，我就说孟怀远是喜欢我的吧，知道我今天过生日，特意准备蛋糕给我。怀远这孩子不错，心细，还知道心疼人。你以后跟他结婚啊，肯定会幸福的。一份蛋糕。你不让我碰，我就不碰。这可是孟怀远送我的蛋糕，怎么，你很想吃吗？吃吧。楚菲菲，你楚星月，这是孟怀远送我的蛋糕，谁允许你碰它？菲菲，我说过，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。楚星月，没事啊，菲菲，我现在就去叫人把他们都赶走。楚星月，这可是孟家给菲菲准备的蛋糕，就这么被你糟蹋了？疯了吧你！楚星月，你之前造谣我得了渐冻症，我不跟你一般计较，因为我心善。今天你死定了，你得罪的可是京北孟家。就是他们两个毁了孟家的家宴。今天孟先生要为他最重要的人庆生，蛋糕都是精心设计的，这要是被孟先生知道了，我们两个都得遭殃了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我就是你们口中说的孟先生最重要的人。今天这个蛋糕也是他特意为我准备的。如果你们两个不想被他连累的话，就把他带出去。这位小姐，你未经允许就闯入包厢，还毁了孟先生准备的蛋糕，麻烦你跟我们去他保安室，在孟先生没来之前，不准离开。楚新月，是我们楚家把你保护的太好了，让你得意忘形，连孟家人都敢惹。爸妈，我提前让楚星运和楚家断绝关系，有先见之明吧？菲菲，这件事情做得好，幸亏当初把这个楚星运给撵出去，要不然咱们一家子都得被他连累。你们两个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把他带走？还有他身边这个小白脸，他们两个是同伙。身为孟家人，来参加孟家的家宴，需要得到谁的允许吗？反倒是他们心术不正，目的不纯。孟家人，
蠢货！你们两个该不会真相信他的话了吧？他要是孟家人，我就是世界首富。你刚说谁说的是真的？这要真抓错人，那就真得罪孟家人了呀。这里是孟家的家宴，你们出去。嘿，你个混账！你还敢让我们出去？我，哎呦，老鼠！哎呦，我的腰啊！楚星月，你疯了！你敢对我爸动手？振云好歹养了你20年，你不心存感恩也就罢了，还恩将仇报，你简直就是个白眼狼！但是他自作自受。你闭嘴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你不过就是他身边的一个小白脸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就是孟怀远嘛，看着就比沈星辰厉害。清雪，怀远哥哥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你是谁？哦，我是菲菲啊。之前在拍卖会上，你还特意派人替我点天灯，那些珠宝我都非常喜欢。后面我还给你写了信，你收到了吗？把手放开。你是谁？我是怀远的母亲。哎呀，那您一定是孟先生了。哎呀，久仰久仰。叔叔阿姨肯定是因为家宴被毁了，心里有气。楚星月，你要是耽误我嫁进孟家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别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害了自己的身体。家宴就是被他毁的。还有，怀远哥哥送给我的蛋糕，对，就是他。她不是你们的女儿吗？出了事就把她推出来挡箭。孟先生是这样的，这个楚星月啊，她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。当年我和夫人心善，就收留了她，结果呢，她不知道感恩不说，还屡次伤害我女儿菲菲。前段时间我们刚跟她断绝了关系，当她回她亲生父母那儿吧。他又嫌他亲生父母家穷，就不愿意回去，在这儿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所以说，你们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？当然没有关系了。怀远哥哥，谢谢你来为我过生日，你送我的蛋糕我非常喜欢，只不过被他弄坏了。您可一定要帮我讨个说法。谁说我是给你来庆祝生日的？哎，今天可是我们菲菲的生日啊，那你不是为她过生日，那是为谁？这蛋糕是我特意为清许准备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清许是谁？是楚星月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怀远哥，你是在开玩笑的对吧？明明前段时间在拍卖会上，你豪掷千金为了哄我开心，你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派人去点天灯。是为了清许，这怎么会这样？清许，又是清许。楚星月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勾搭上的怀远哥哥？楚菲菲，你说话注意点。怀远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楚星月他骗你。他之前和沈星辰就订过婚，后来他跟别的男人勾勾搭搭，被退婚了。那就是他现在包养的小白脸。清雪，你们在一起了？叔叔阿姨，她就是个被退过货的女人，根本就不配做你们的儿媳的。菲菲，这孟夫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既然你教育不了自己的女儿，那我就替你来教育。同为女性，却满口污言秽语的去诋毁另一个女性，真是坏透了。孟夫人。菲菲的话是重了点儿，但楚星敏他图的不就是你们孟家的钱吗？清许是我的女儿，别说是孟家的钱了，就算是天上的月亮，我也愿意给她摘下来。轮得你们在这儿指手画脚吗？
你说什么？楚星宇是你们的女儿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她明明就是个假千金，怎么有这么好的命？这些年，兴许不分昼夜的将楚氏做强做大，助你们楚家成为元城首富，可你们却翻脸不认人，不仅三番五次的冤枉清许，还将他赶出楚家。你们只记得今天是楚菲菲的生日，那你们知道今天也是清许的生日吗？他们从未给清许庆祝过生日，怎么可能记得？不是这样的，是星运他自己不喜欢过生日，他就喜欢工作。对了，那天在拍卖会上也是话赶话，我们没有真的想要跟你断亲啊。对，星宇啊，你妈说的对，你想这20年的感情，它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呢？现在看到你又找到了自己的亲人，那我们也替你高兴啊。星宇，以后啊，你想回楚家，爸妈随时欢迎你。你们欢迎的究竟是我，还是我身后的孟家？别在我面前演戏了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你们这种人的身上。哎呀，星月，没听见我女儿说的话吗？赶紧出去，以后别再让我们见到你。是，我们现在就走。爸妈，我腿好疼，突然动不了了。怎么了，菲菲？楚星月，是不是你在蛋糕上做了什么手脚？不然我腿怎么是麻的？腿脚发麻，这不是渐冻症的前兆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陷害情绪？这个蛋糕是我买的，要告就去告我！火眼哥哥，我不是这个意。菲菲，再不走，我就叫保安了。我们这就走。慢点。清雪，我已经重新找人做了蛋糕，一会儿就送过来了。大哥，蛋糕不重要，有你们陪着我才是最重要的。清雪啊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以后的每一个生日，我们都会陪你过。好。菲菲，你醒了？我怎么在医院？你突然晕倒了，我跟你爸不放心，就把你带医院来看看。我不住院，我要住院。楚星玉是世界首富的女儿，现在她手眼通天，我怎么知道她会不会买通医院来害我？行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胡言乱语啊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怎么可能和楚星玉断亲？那说不定孟家还能念在我们收留他的份上，那帮扶我们楚家。现在这一切全被你给毁了。爸，这怎么能怪我呢？再说了，楚星运要是真的想帮我们家，他早怎么不说他的父母是世界首富？他就是故意的。菲菲说的对，我看呀，这个楚星运就是故意激怒我们，然后逼我们跟他断亲，心机太深沉了，咱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可不管怎么说，这孟家也不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呀。眼下呀，还是先把楚氏的危机渡过去再说吧。爸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聘请的那些人才都是世界顶尖级的高手，明天我们就能验收成果了。对，我们的菲菲不比星运差，肯定能带着咱们楚氏越走越远。什么？技术部的人携款跑了？对，他们不仅没有完成项目成果，而且还把研究款带走了。这不可能啊！楚总，今天的报道已经出来了，他们就是一帮诈骗团伙，学历是假的，
研究成果也是假的。哎呀，这项目还没完成，这楚氏面临的可是上百亿的赔偿呀！楚菲菲，这么长时间你都干了些什么呀？我不知道，那些人都是我从网上找来的，他们明明答应好我的，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成事不足以败事有余。你以为开公司是过家家呢？啊！甚至你连基本的背调都不做，你就这么把人给我招到公司了啊！你简直是愚蠢至极！我当初就不应该把楚新宇给赶走。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明明我才是受害者。你现在拿楚新宇往我伤口上戳，果然你从始至终都没认可过我。楚真云，上百亿的订单打了水漂，今天你要给我们个说法。我们听了你的鬼话，让楚菲菲代替楚新月的位置，可结果呢？公司快被他搞破产了。楚氏是我们楚家的，你们在这儿又唱又跳的干嘛？楚菲菲，你说什么话？难道公司是你一个人的？你个蠢货，你给我闭嘴吧！不是，各位，稍安勿躁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，不会让大家蒙受损失，好吧？你最好说到做到。上百亿的合同没了，轻则楚氏破产，重则坐牢。楚菲菲，你应该还不知道吧？是因为我提前铺好了路，所以你一回来才能享受富家千金的生活。楚家和我断了亲，那是自断财路。幸运的话，难道真的要应验了吗？喂，星辰哥哥，我们楚氏现在确实遇到了点困难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们了。菲菲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而是我现在资金也被冻结了，现在也没钱了。而且我爸妈最近身体也不好，我还要去照顾他们。啊，我先忙了啊！挂了。喂，楚家都要破产了，还想让我填他那个无底洞，真当我傻子？如果能结交上孟清雪，可比100个楚家都有用。这个舔狗，之前一直巴结我，现在居然敢挂我电话。咱们楚家现在背了这么多债，谁还敢沾边啊？哎呀，振云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你们是？我们接到举报，楚振云涉嫌挪用资金罪，数额巨大，需要进一步调查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振云，哎，你们不能带走他呀！振云，爸，菲菲，怎么办？你爸不能被警察抓走呀！哦，对，咱们去求幸运好不好？去求楚新月，我才不要呢！绝对不会给他当面羞辱我的机会的。叶菲菲，那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你爸进监狱啊！哎呦，我的好菲菲，就算是为了爸爸，你就委屈一下也是值得的啊！好，走。小姐，陆先生邀请您去喝早茶，他在楼下等您呢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王姐，您看这个好看吗？好看，不过小姐长得太漂亮了，戴再华丽的珠宝都会分神看您的脸。就您会说话。小姐，我说的是真的，陆先生也常常盯着您发呆呢。
我们小姐还没下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应该先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会来孟家？孟家找回亲生女儿，我自然是代表我的父母来拜会一下孟家大小姐了。看来他还不知道兴许就是幸运。哎，你不是和那个楚新运搞在一起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孟家大小姐的房子里啊？今年楚新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沈星辰，那个孟家大小姐，不会是你吧？是我，你很失望啊？怎么会呢？我是为你开心呀，为你找回亲生父母开心。现在见也见了，请你回去吧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新运，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啊？首先，我现在叫孟清雪，其次，我们现在只是陌生人而已，我不会生气的。走吧。新月，放手！我和他订婚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傍富婆呢。说话放尊重一点。新月，清雪，你们两个真在一起了？对啊，我们在一起了。我不相信，清雪，你还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对我没有感情的。哎，你们不能进来。小姐，还真是热闹。沈星辰，你骗我！你不是说你爸妈生病了住院，你要照顾吗？你怎么在楚新运家？你怎么在楚新运家里？你是我的谁啊？我在哪儿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管着吗？清雪啊，你还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你还是爱我的，要不然你怎么会答应我的求婚呢？是不是因为我和楚菲菲走得太近了，所以你才离开我的？我们之间是商业联姻，只有利，没有感情。你就算和楚菲菲结婚了，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。沈星辰，你还要当舔狗当到什么时候？楚新运如果真喜欢你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能连他的手都拉不上？闭嘴！楚菲菲，要不是当初你横插一脚，我又怎么可能着急和他退婚？要不然他现在就还是我的未婚妻。够了！你这个唯利是图的小人，你既配不上星运，也配不上菲菲。哦，你现在知道星月是孟先生的女儿了，你就百般的巴结。你可别忘了，当初是你自己主动跟星运退婚的。站住！楚新运，之前和我有婚约的是楚家大小姐，既然你已经被逐出楚家，那我们的婚约自然而然就消失了。我后悔了。这世界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。我看呀，你还是走吧。星月，妈妈这次来是有事想求你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什么事儿说吧。楚新月，你懂不懂什么叫尊重长辈？你跟我妈说话什么态度啊？不服就滚！
星月，楚氏集团的事儿，我想你也听说了。你爸为了堵上那个窟窿，他挪用了公司的资金，因为金额巨大，他已经被警方带走了。现在只有你能救你爸了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爸妈正在国外好好的度假呢。你说的到底是谁啊？楚星月，你少在这装傻充愣。我爸都要进监狱了，你就没有一点同情之心吗？同情心用在正确的地方是善良，用在错误的地方，那是圣母心泛滥。先不说我跟你们楚家没有任何关系，楚振宇那是经济犯罪，你让我怎么帮啊？星月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别说气话了。我跟你爸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是不是？现在楚家有难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呀！刚才训斥沈星辰的时候，你们说的头头是道的，怎么一说到你们楚家的事上，就开始道德绑架情绪？当初可是你们楚家人坚持跟清许断的亲。是，我们是把他赶出了楚家，但是你楚星运就能对我们楚家袖手旁观吗？你别忘了，如果没有我爸，你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，你也不会找到你自己的亲生父母。对，菲菲说的没错，星月，现在是你该回报楚氏的时候。楚菲菲，不要脸也得有个限度吧？您这样说都不怕闹笑话吗？楚家是养育了我20年，但当初你们是为什么领养我，心里应该都清楚吧？3000块的助学金，我成年以前的学费都是靠社会上的爱心人士捐款才上的学，大部分的捐款也都被你收入囊中，成年以后都是靠我勤工俭学，没有花过你们1分钱。我夜以继日的工作，为出血还照样坚持去见客户，挣到第1桶金给你们买了房子，开了公司也给你们分了股份，欠你们楚家的我早就还清了。楚星月，你少在这儿卖惨！我从小就流落在外，连个家都没有，至少我爸妈给你了一个家，这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。那个家你们不是早就收回了吗？当初在拍卖会主动和我断关系的人是你们。诸位，能来参加今天这个拍卖会的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劳烦你们给我们做一个见证，从今以后，楚星运不再是我楚振元的女儿。星月，是我错了，我们走吧。星月，嫂子求你。妈，你给他跪下干嘛？楚星月，我妈都给你跪下，还要再继续袖手旁观吗？王姐，小姐，记住这2个人的脸，我们孟家以后不接待。是。楚星月，怎么这么看着我？是觉得我刚刚的处理方式太冷漠了吗？我在想，没有家人的托举，你是怎么靠自己白手起家，把楚氏做到了行业前列？这一路走来，想必一定很辛苦。你好，了解一下。你好。些许风霜罢了。清雪，辛苦了。其实现在想起来，也不觉得有什么。对了，刚刚我和沈星辰说你是我的男朋友，希望你不要介意啊。我当然不会介意。清雪，我们在一起吧。是因为阿姨催婚了吗？不是为了应付家人。如果产生兴趣的第一步是想了解一个人，
那发展到喜欢，就会下意识心疼他所受的伤害，迫切的想参与他的未来。清雪，我想了解你的过去，未来也想着。虽然你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，但我也是真的想要陪在你身边。好，你答应了？对啊，就是觉得好像和偶像在一起也挺不错的。偶像？我吗？只是因为之前偶像太忙了，只闻其名，不见其人。公司破产了，你爸也被抓了，咱们的资产也被冻结了。孙女士、楚小姐，这栋别墅现在属于法拍房，限你们3日之内搬走。不行，楚家我才没回来多久，这千金我没当几天，这不公平。对了，菲菲，星运临走之前不是给你了一个临湖楼王的房子吗？那个应该不算法拍房。别妄想用这些糖衣炮弹来麻痹我。谁知道你在这个家里安没安什么监控，或者晚上让人来害我，防患于未然。你给我的东西，我都不会要。那房产转让协议被我给撕了。什么？哎呀，楚菲菲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呀你？我怎么知道嘛？楚星运给的东西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我担心他害我嘛。妈，你别生气啊，我这最近腿又开始疼了，走路都疼。你刚回来的时候总是疑神疑鬼的，又是报警说楚星运教唆员工侵犯你，又是怀疑楚星运在你的饭菜里下毒，可结果怎么样呢？全是你自己臆想出来的。楚菲菲，你再紧张也要有个度啊！难道真像楚星运说的那样，你有被害妄想症？妈，你怀疑我撒谎？怎么了，菲菲？妈，我都快站不稳了，我是真的不舒服。好，妈妈相信你。走，我这就带你去医院啊！来，慢点。医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女儿她最近总是腿发软，对，前段时间还摔过几跤。你们怎么拖到现在才来啊？她这个是渐冻症。是吗？渐冻症？我不可能得渐冻症的。楚菲菲，就在刚刚，你亲手斩断了自己的魂。得了渐冻症的人是你，你是不是跟楚星运是一伙的？楚星运这个贱人，到现在都不肯放过我。妈，我不可能得渐冻症的。前段时间我刚去了陈森的诊所，他说了我身体很健康，没有问题的。对，陈森，那个骗子。骗子？对啊，陈森就是个骗子，根本不是医生，前不久刚被抓进去。难道你们是在那里做的检查吗？医生，我女儿的病还有没有的治？她还这么年轻，
我不能白发人送黑发人呀！如果发现的早，积极进行干预治疗的话，可以显著延缓病情的恶化。但是现在啊，太晚了。不，一定有办法的。医生，钱不是问题，只要能救活我女儿，多少钱都可以的。玉鑫集团的陆金年这些年一直在研发一种针对渐冻症的特效药，听说前不久他刚成功研制出一支，但是好像在拍卖会上被砸碎了，实在是可惜啊。楚星月，你这么费尽心思的想拍下这支特效药，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呀？哎呀！那支特效药居然是真的！当然是真的。陆金年这样的天才，百年难得一遇，他对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。如果玉鑫集团还有能够治愈渐冻症的药的话，兴许还有一丝生机。联系上陆金年了吗？还没有，有人说他出国了，要过段时间才回来。过段时间？过段时间是多久？我现在我腿动都动不了了，再过段时间我手也抬不起来了。哎呀，菲菲别怕，妈妈想办法，一定能把你治好的。要不我去找星运帮忙，她是孟婷的女儿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不能找他，他巴不得我死呢。他不会帮忙的，说不定你找了他，他还要暗中害我，绝对不能找他，不能找他。好，不找啊，不找，放松。怎么还越来越严重了呢？我去把吴医生叫过来给你看看啊。妈，我已经吃过药了，就是一小感冒，别担心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你看你都瘦了，在家好好休息几天，公司的事情啊就交给你哥哥处理吧。好，我都听您的。你赶紧上楼去吧，别到时候再给你传染了。好。啊，今年说给你打视频你也没接，很担心你，给他回个电话啊。记得把水喝了。好。打电话不就暴露了我感冒了吗？还是别打扰他工作了。陆总，目前我的方案就是这样。好，还有人有方案吗？我这边还有事情要向您汇报一下。截止到目前，咱们的公司的年收获目标。今年，清雪，你的声音怎么了？我都快好了。
怎么还能被他听出来？没什么，你最近在国外挺忙的吧？不过问题很快就解决了。你在干嘛？在晒太阳，然后胡思乱想。在想什么？想今天的太阳挺好的，还在想这个时候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了。生病了果然容易多愁善感的。好啦，你快去忙吧，我等你回来。清雪，怎么还幻听呢？清雪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还要半个月才能忙完吗？我很想你，所以就提前结束了那边的工作。感冒了也不跟我说。清雪，我知道你很坚强，习惯了一个人解决问题，但我想成为你的依靠，想被你信任，也想承接你所有的脆弱。好，那以后有什么事儿，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。我们结婚吧。好。菲菲，陆今年有消息了。真的吗？那我什么时候能见他？菲菲，以咱们家现在的条件，哪里是能随随便便就见到他的？所以说，我还是会死，还是会变成一个废人，对吗？哎呦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妈妈不会让你死的。陆今年就要结婚了，我打听到他结婚的酒店，到时候咱们去上门求药，大喜的日子，他应该不会拒绝的。我打碎了陆今年他们团队辛辛苦苦研制的特效药，他一定不会救我的。带着记者去，当着媒体的面，不信他能见死不救。好。我的宝贝女儿穿婚纱真漂亮。妈，怎么还哭了？等会儿眼睛都要肿了。我这是高兴的眼泪。清雪，你刚丢的那2年，我和你爸爸回家都不说话。你爸爸怪他自己生意上不该得罪小人，你哥哥又说是他没有保护好你。那都是别人的错，怎么能怪你们呢？妈，都已经过去了。是啊，都过去了。我们虽然错过了你很多年，但是现在看到你结婚，我就满足了。往后的每一年，我都会给你记录下来。清雪，这段路，妈妈陪你走。好。今年一定要爱护我女儿，别辜负她。爸，我会用实际行动向你证明。猜我一定是喜欢你了，没有任何原因。接下来，请新郎新娘交换婚戒。说明
在意。陆先生，陆先生，菲菲，怎么是你？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，你们又来闹什么？楚新玉勾搭的小白脸，居然就是陆金年。陆先生，我们接到孙女士的求助，她的女儿现在患有渐冻症，听说您一直在研究关于治愈渐冻症的特效药，所以才赶过来求药。陆先生，我女儿得了渐冻症，现在都站不起来了。如果您能在您结婚这么重大的日子里救她一命，这也是对您跟您的妻子积德呀。挑这么个日子来求药，你们还真是想把我们架在台上下不来呀？论道德绑架，你们还真是高手。星玉，你怎么结婚了？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呀？为什么要跟你说？兴许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们赶紧出去。不，星玉，以前是我们误会你了。如果当初我要听你的话，及时带菲菲去治疗的话，她现在也不至于严重成这样。星玉，现在只有陆先生能救她了，你一定要帮帮她好吗？那支救命的特效药早就被他亲手打碎了，我爱莫能助。我早就提醒过你们，是你们不愿意相信。楚菲菲，你知道这支特效药是多少研究人员殚精竭虑才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吗？就算你不知道，也不该这样嘲讽、诋毁他们。或许他们从死神手里得回来的时间，某天就能替你续命。当初菲菲也不知道她生病了呀。如果她没有生病，就能随意破坏今年的研究成果了吗？可以不顾别人性命了吗？姐，对不起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无凭无据的怀疑你。现在我的腿已经站不起来了，我的胳膊也越来越僵硬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变成一个废人。姐，我还年轻，我还不想死。星玉，你爸他进了监狱，现在菲菲又得了渐冻症，如果他再出事，等你爸从监狱出来，我怎么跟他交代呀？是，当初菲菲是对你说了几句重话，可他也没有对你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说到底，他都是为了自保。那按照你的意思，就是因为我想伤害他，所以他才要自保？不，星宇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因为菲菲敏感这件事儿还一直耿耿于怀，那我可以给你道歉。要是你还不满意，那我可以给你下跪。妈，姐，这个是现场直播，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到。楚小姐，据我所知，在过去的20年，是楚家收养了您，并且托举你到了今天。现如今，你是人人都羡慕的陆太太，可谓是风光无限呐。可楚家现在遭遇变故，家道中落，即便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，出于人道主义，您不应该这么袖手旁观吧？你是哪家媒体？哗众取宠，搬弄是非，这就是个新闻工作者的素养吗？这都是孙女士和楚小姐提供的信息，难道是假的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爸妈收养了他，供他吃穿，供他读书，现在他却要与我们楚家断绝关系。楚小姐，楚家对您恩重如山，您怎么能这么狠心呢？偏听偏信，妄下结论，你就是这么当记者的？从始至终，楚家对清许只有利益。从楚菲菲找到后，他们就任由楚菲菲欺负清许。你担心清许威胁了你的位置，
你就逼迫他跟楚家断亲，还联合了董事会，把清许赶出了公司。说不定你们现在需要清许，就把收养之恩挂在嘴边。可过去的20年，你们是怎么对他的？在你们眼中，清许只是赚钱的工具。孙女士，陆先生说的是真的吗？是你们赶走了楚小姐？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呀，人这一辈子哪能不犯错呢？星云，妈妈错了，可菲菲是我的亲生女儿呀，我不能眼看着她死啊！星云，只要你肯救菲菲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出师给你，什么我都给你。我们孟家可不稀罕你们的东西。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们才肯救菲菲呀？星云，你们不要再逼清许了。当初在拍卖会已经说得很清楚，那是玉鑫研发出的唯一一支特效药，被楚菲菲打碎后就没了。我不信，我不信只有一支，你骗我！是楚星运不让你救我的，对吧？这一切都是楚星运的阴谋，明知道我生性多疑，还故意找医生配合你演戏，让我误以为你在害我。如果当初你没有去参加拍卖会，我又怎么会打碎特效药？如果你没有提前告诉我我得了渐冻症，我又怎么会不相信医生的诊断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！菲菲，别这样说，从头到尾你都想害我，你想报复我，想报复我取代了你的位置，你想报复爸妈偏心我。菲菲，楚菲菲，直到现在你还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觉得全世界都该围绕着你转。凭什么教育我？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从头到尾都想让我死。你的渐冻症是我一句话就能得的病，还是说体检报告是我伪造的？又或者说医生是被我收买，就连老天爷也在配合我演戏？楚星宇，你就是想杀了我！明明是他们楚家人先把清许赶出了家门，现在居然倒打一耙。人家大喜的日子还跑过来大吵大闹，真没见过脸皮这么厚。星宇，菲菲她病糊涂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陆先生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！只要你能救菲菲，我为你当牛做马都可以。但是你别因为幸运，就眼睁睁的看着我的亲生女儿去死啊！活到现在了，还在给清许泼脏水，你们真是不可理喻！我已经报警了，你们要闹去警局闹。你不是说广大网友会同情于我？你不是说陆今年一定会给我特效药吗？把镜头对准他们，他们都是杀人犯！你们昨天找到我是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，却把楚小姐形容成加害者。现在看来，这一切就是你们咎由自取。我会如实报道我看到的一切。对不起二位，是我没有提前了解好情况，真的很抱歉。走吧。我对不起啊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都被楚菲菲给毁了，我应该准备的更充分一些的。谁说被毁了？我觉得挺开心的，只要亲人都在身边，哪怕过程中有点小挫折，都没什么。可是你没有我们的时候呢？今天楚菲菲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都敢对你胡搅蛮缠。那之前在楚家的时候，更不好过吗？楚菲菲有被害妄想症，总觉得我要害她，所以我是不是总要替她收拾烂摊子？之前我会觉得很生气，但是现在回头看看，觉得还蛮好笑的。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注定要吃很多苦的话，我应该前20年把苦都应该吃完了吧？以后就只剩甜了。小雪，我们去度蜜月吧。
夫人，要把他赶走。没事儿，反正清雪和今年去度蜜月了，他想跪就让他跪去吧。又去找楚星运了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变成这样，你是不是不想管我？菲菲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妈妈都是为了你呀！你们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的接纳过我，又和我爸就只想要楚星运一个女儿。现在我要死了，你们一家好好去团圆吧。楚菲菲，你怎么能说这么没良心的话呢？自从你回来，这个家没有一天是安生的。公司破产，你爸进监狱，现在我为了你的事情四处奔走，你还说这么狠的话来伤我的心。如果你没有回来，我的日子不至于过成现在这样。这才是你的真心话吧？你跟楚星运一样，都希望我死。好，我现在就死。到头来，居然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女儿伤我最深。小姐，您终于回来了，这里有您一封信。星月，菲菲已经走了。这些天，我想明白了，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。如果当时我没有任由菲菲胡来，悲剧或许都不会发生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其实我也想过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，可我太傻，总觉得没有血缘，你的心就不在我们这里。可你明明为楚家做了那么多，以后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了，照顾好自己，珍重。清雪，爸妈说今晚一起吃饭，该出发了。走吧，一切都过去了，孟清许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